那刚提到有的爆料呢是先前被认为是谣传，但是呢经过挖掘对比发现是真的。比如大陆抖音上一个神秘先生，他的账号呢最先发出来的一系列的所谓密室逃脱的影像，推测是今年3、4月间拍摄的。经过不断对比，现在至少我自己可以肯定，这些影片中被放倒在地板上拖行，遭到拳打脚踢各种虐待的躺在地上的男子就是于朦胧。他长期受那帮恶人的折腾折磨，身上经常带着淤青的伤痕，让人看着都难受。不过呢，好消息是在求索于朦胧真相的路上，我们还是有收获的。而且呢，像有些网友说的那样，现在好像是阴阳两界一起破案，很神奇。比如呢，有网友提到接收到于朦胧信息的英国灵媒泰威廉说，他讲的事情正陆续发生。那比如他说有关着人的仓库和地下室，那可能呢就是类似798艺术区还有启浩艺术馆这些建筑的地下空间，里面藏有惊人真相。那现在大家不是在传吗？说于朦胧的遗体被搁置在启浩艺术馆的地下冷库。当然这个消息难辨真伪，不过目前大家都在讨论都在说，也符合英国灵媒提供的线索。那比较诡异的是，疑似前中共外长秦刚的男子突然在刚刚10月17号的一张合照中出现，而拍照地点就在启浩中心，或者叫启浩艺术馆。这也太惊人了吧！秦刚在启浩干什么呢？那照片信息呢，是他在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在那儿的一场活动。如果这个男子真是他，那就破了先前的这个死亡传闻。那秦刚在过去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，只是在家里躲着低调不露面吗？还是我们大胆推测一下，他难道也在启浩艺术馆的神秘地下空间被看守过吗？然后呢，在10月17号四中全会前夕，以这种方式重现公众视野呢？他算是在习近平之下被拿下的。如果真的没死，现在能出来，可能又反正习近平权力衰微。那过去被压着的一些人可以出来了。那唯独这个很像秦刚的男子，突然出现在盛传藏有于朦胧遗体的启浩现身，不能不让人联想这各种联系实在是有点诡谲。那说到习近平的倒台追于朦胧案的朋友们也都盼着他倒，因为呢，或许这样，包括于朦胧在内的很多真相有机会浮出水面，也可能呢会像英国灵媒透露的信息那样，好多被关在地下室的人，会有穿着军人服装的人攻破地下室，把他们放出来。其实呢，写到这儿我也一惊，是不是这种情况已经部分发生了？秦刚就是已经被放出来的人之一呢？当然了，现在我这么说呢，太像谣言我也不想强调这个观点。总之呢，就是想表达对这个鬼奇事件的感慨。人间蒸发2年多的秦刚，在敏感的时间出现在了敏感的地点。那像我刚才提到的，追于朦胧案的朋友们盼着习近平倒。那正因为于的离世，很可能跟习家的关系不小。我前几天的节目呢，有跟大家爆料，北京娱乐圈幕后大老板就是习远平，习近平的弟弟这大大增加了拿于朦胧给习200斤献祭的可能性。那么于朦胧案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于朦胧呢是被选中的执行续运邪术的祭品，跟习生日相同。那还原本是小皇帝命在献祭过程中遭开头开下体，然后呢转移到特殊地点继续仪式。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可以佐证这种邪门的事情在中共内部的存在。根据看中国引述自媒体博主奇文谈到的例子，2010年浙江省发生一起震动全国的奇案，8名毫无血缘关系的但都姓蔡的男童在同一时间全部离奇死亡，7个人在极浅的池塘中溺毙，另外有一个人呢被高挂电话亭伪造上吊死的假象。这像极了一种被称为八草祭的邪术。那草呢是比喻生气元精，并不是真正的草，所以八草是指代天地人灵气八方之力的生命要素，要找被献祭的8个人来转移生命能量，达到延寿的目的。那这个仪式呢也要在血月、雷鸣、西风夜举行，也有领魄的环节。那献祭者呢多是跟接受者命格相合的这个童男童女。那起事件呢很像这个八草祭后来呢此事被编入了电视剧《十宗罪》，
剧情是有高官之子为了给老爹延寿续命，找了8个儿童进行了这种扒草祭。那同样的，我相信这也是来源于生活，中共地方官吏都如此，就更别说最高层的习近平了。不过呢，好在现在看上去，他们拿于朦胧做祭的企图失败了，习败相尽显，这也是恶报。您现在看到的是我在旧频道新闻判惊奇播放的节目精华版，请您前往订阅我的油管新频道大禹判惊奇，收看完整版，并追踪每天最新发布的节目内容。